是不是又拿手机了？电梯门一开，你什么都没想，手已经掏出来解锁，滑2下，然后你愣住，我刚刚拿手机要干嘛？放心，你不是健忘，你只是被自己的大脑自动驾驶了。2025年研究发现，人类高达88%以上的行为是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完成的，由习惯驱动，其实都不是想过才做的。而电梯是最容易让你失去控制的场景之一。今天我们就来抓这只妖，拆穿这个惯性动作背后的真正的主导者，不是你的意志力，而是你的大脑节能本能。那个控制你手指的东西叫习惯。看完这一集，你不只会彻底搞懂自己为什么总在顺手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，还会惊喜地发现，改掉坏习惯原来根本不需要靠死撑。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先想再做，但真相相反，我们是先做了再补理由。你可能会下意识地反驳，怎么可能？我每天都在认真做决策啊。但研究同时发现，每3个动作里只有1个是真正经过你想了才做的。超过2/3的日常行为是直接被习惯启动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在生活，你是在播放。你一天里有将近90%的时间都在自动播放，像一个已经录好的影片。为什么？答案其实很暖心，这叫大脑省电模式。因为你的大脑很懒，它会把重复的行为打包、外包，变成自动程序。很早。换句话说，习惯是大脑的省电模式。William James 早在1890年的心理学原理中就讲过，如果每个小小的决定都得由意识亲手操盘，我们的大脑早就宕机了。真正控制你的不是意志力，是场景。心理学家 Wendy Wood 说，习惯等于情境加自动反应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想滑手机，是这个环境让你滑。电梯门一开，人多，有点尴尬，没事儿做，大脑说滑手机吧。你根本没投票，手已经开始动了。这就是人类最诡异的地方，我们以为自己在决定，其实只是被触发。大家之所以在电影院去摸爆米花，并不是因为我想吃。有试验发现，即便爆米花已经放了1周，软得像纸板，老影迷还是会习惯性地抓起来往嘴里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电影院的环境太熟悉了，熟悉到动作已经成了自动巡航。这就是情境触发的威力。你不是在用手机，是场景在用你。Duhigg 提出一个流传很广的习惯回路模型，只有3个组件，一旦这种回路建立，它就自循环了。你不必思考，不会抗拒，因为奖赏已经牢牢锁住了你。所有习惯其实都长这样。 Q 线索， Routine 行为， Reward 奖励。来看你刚刚发生了什么。线索，电梯门开，有点空虚。行为，掏手机。奖励，荧幕亮，震动，资讯感。重点来了，你不是在看内容，你是在吃奖励。那一下亮光、震动、滑动的手感，就够让大脑爽一下，所以你才会明明没事还是滑。你滑的不是手机，是多巴胺。这时候问题就来了，如果我们每天2/3的行为都靠习惯自动运行，那我们岂不是成了行尸走肉，还有自由意志吗？那怎么改？很多人会说，我要有自制力，但这其实是最没用的方法，因为你在跟自动系统打架。真正有效的方法是，不要改自己，去改环境。例如，手机放包包，不放口袋；出电梯前手上拿东西，设定解锁变麻烦一点。这叫什么？增加摩擦力。只要多1秒阻力，
自动行为就会断掉。改变环境比改变意志力有效100倍。所以下次电梯门一开，你又掏手机时，别骂自己，这样停1秒，然后说：哦，我的自动模式又开了。这1秒的觉察，就是你重新掌控人生的开始。我是星光心理，这里是行为心理学捉妖记。下一集我们来抓另一只妖。为什么别人抬头看天，你也会跟着看？秘密是，如果这支影片让你在电梯里笑了一下，记得分享给那个每天乱滑手机的朋友哦。还有，你在什么情况下会下意识掏手机？评论区分享。